听，还是他娘的气派。哎，不错不错啊！未能亲迎豪杰，王某失敬了，请各位多多担待。潘世宝的怎么没有来？长官，也许会有些变化。什么变化？难道你们没有下帖子？帖子早就下了，不过听传闻潘世宝祖上有训诫，不同官军往来。没错，哎，潘世宝那点家底儿，我是一清二楚啊。哎，祖上好像是有这个破规矩啊，有。不来就不来吧，黑风洞一支也足以代表三江10万抗日民军的。来，各位豪杰，请坐。来，行。慢着，说好了3家，现在少了1家。我们这些个客人已经到了，你却还躲在里边。我觉得这次会见你们根本就没有诚意。我们不奉陪了。哎，大哥，你们这是藐视战区，藐视长官。嚯，好大一顶帽子！你怎么不说是你们事先言而无信，诓我们啊？报告，潘世宝客人到，还不快请进！长官，潘世宝的人提出，他们堡主携夫人凌驾，按照祖旨，会前方的最高长官必须亲自出迎辕门外，方协礼节对等。如果长官您不出迎，他们就要打道回府了。长官，你。将军息怒啊！潘世宝提出来的要求有一番道理，这种礼仪是万万少不得的呀。翁某请教。潘世宝的祖上曾经是土司，满清雍正朝改土归流前，土司那就是土皇帝。麻雀虽小，肝胆俱全呐，一切礼仪排场都跟中央政府的皇帝差不太多。更有甚者，他们还享受着皇帝都没有享受的待遇——出夜权。说的这都什么乱七八糟？让他说。在下所言，一点都不假呀，将军。虽然眼下土司是落架的凤凰，但是在士族里头，仍然小有这样的派势。上清江那是家喻户晓，人尽皆知啊。原来如此，好啊！国民政府历来倡导民族平等，尊重地方。我等身为表率，入乡随俗吧。恭迎堡主，恭迎夫人。将军礼贤下士，秦某与见内，深感荣幸。俗话说“不知者不为过”嘛，还请堡主和夫人为翁某怠慢，请多多担待。哼，严重了。将军执3江抗战之牛耳，又是一方统兵大员，我等一介草民，理当拜会。诚惶诚恐，诚惶诚恐啊！请。诸位，这回可算是宾客齐至，我们开始吧。选。是长官。中华民国军委会军令部3江战区嘉奖令：谭石宝、黑风洞2支土著武装拒歼日军特遣队，斩获颇丰，并截取重大军事情报。为表彰此殊勋，特队2支武装各奖励金条20根、
法币5万块，轻重机枪，并长短枪若干。此嘉奖令通报全战区及10万三江民军。好，好啊！两支武装出山抗日，已经复印了全民抗战之大潮。又在出山途中首战告捷，建立功勋，表率以三江10万民勇。更值得在战区是大书特书。两支武装的首领，居然是2个晋国。据说身世不同凡响啊！这在三江10万民勇中，怕是绝无仅有的。长官如此兴师动众地召见我们，是不是对我们姐妹的过去还有更多的了解？两位夫人，汪某有一事，不知当问不当问？两位可是当年的红军士兵吧？是。之所以是红军女兵，今天才来拜访。若以我们磐石堡的主训，今天便不会来了。为什么？就是要告诉你，红六军没有被赶尽杀绝。时过境迁，两位晋国有出息了，有长进了，成了威震一方的武装首领。那也是长官当年围剿红军剿出来的出息和造化。两位晋国是一语道破天机啊！10年一见，你们今天给翁某难看，其实是要来寻仇的，向我翁某寻仇的。其实您也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，不必窝一肚子火委屈自己。这里里外外都是您的人，您可以继续围剿啊，绞杀最后2个红军战士。你们犯上真的不怕死？要是怕死，也坚持不到今天。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啊！长期植入，比我翁某就范。不过，两位晋国是倒小瞧了我翁某。政府围剿红军的历史已经过去了，虚怀若谷，既往不咎。更应该是我翁某这个身份的人，更具备有素养和美德。当今的中国，大致以朱毛红军的延安政府，较之你们2位红军女兵统领的土著武装，应该是一家人，应该携手一同打击日寇。这话我爱听。长官，你要是拿出当年剿红军的劲头来剿东洋鬼子的话，那这抗战一定能赢。欣慰之至，欣慰2位有如此高的觉悟。好了，翁长官，既然您不继续围剿红军了，那就赶快说下面的事儿吧。战区有个计划，有步骤的改造、收编三江民军，成为战区的国军序列。希望黑风洞、磐石堡2支有影响的土著武装做个表率啊。你的意思是，招安？招安？招什么安嘛？招安这个词儿，用在诸位抗日好汉身上不妥吧？准确地说，应该是进入国军的现役，同为国民政府指挥下的抗日军队。黑风洞武装从来就没有想过被谁招安，或者是被什么军队收编。我们有自己的志向和山规，一群穷弟兄抱作一团，除暴安良，替天行道。日本鬼子来了，必杀日本鬼子。少武，我们磐石堡是不是也应该表个态了？夫人刚才已经代表磐石堡表过态了。磐石堡祖训，誓不与官兵来往。我这个堡主补充一点：磐石堡自发抗战，守土有责，
保卫家园。各位，磐石堡自卫队初到三江，还有很多军务需要安排和处理，我们就不在此浪费时间了。告辞。该办的事儿都办完了，走。走啊！长官，妹妹，我可真服你了，这可比我在黑风洞威风多了。姐姐也不示弱呀，我们姐妹一勇一谋，风风光光的平分了秋色。哎，妹妹，我可真担心，我这拒绝了信翁的收编，你这个土豪妹妹还会让我这个土豪姐姐下不来台呢。怎么会啊？我倒是挺感谢那个姓翁的，给了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向姐姐证明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土豪劣绅。这下我知道了，那我们就此告别了，你保重。姐姐也是。走吧。走了。属下不明白，长官为什么能容忍2个红军女兵如此猖狂？我已经对宪兵交代过，一旦抗拒收编，立刻剿灭。长官为什么不下令？抓人杀人，你们军统就知道抓人杀人。堂堂战区司令长官突然对2个名不见经传的红军女兵发难，岂不成笑柄？昨天向军令部请功，今天当叛匪拿下，本长官岂不是不查事理的窝囊废物？三江10万民众岂不寒心？岂不是反了我们？收编三江土著武装，本长官志在必得，战区志在必得。怎么做，你去想。你要是办不到，就回重庆军统总部自请处分，请求制裁。打累了为止。组长，快，服从命令！打！给我打！磐石堡黑风洞不愿接受战区的收编，组长何苦责罚自己？都是我的责任。明知刘双儿这妹子是2个漏网的红军，却疏于防范，连累长官受辱。收编不成，还险些和他们火拼。你们想想，会战在即，那将会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？组长说的对，这妹子刘双儿敢如此冒犯翁长官，利用的也就是三江民众对我国军迷心迷怨的这个机会。可悲的是，会战在即，国民政府、国民革命军的形象已经在民众中是大打折扣。而可惜的是，在我党国党员中，仍旧有像翁长官这样虚怀若谷、投
光养晦的人物立地中流。长官今天却是现身说法，为我上了生动的一课。组长如此自律自强，一定是我们兄弟的楷模。二位兄弟有此心胸就好。来，我们商量一下具体的。磐石堡、黑风洞是10万民勇中最具实力、最有代表的2支武装，收编他们，长官是志在必得。至于我展某，我也是不信邪，跌倒了再爬起来。这2支武装被2个曾是红军的女人左右着，虽说是为人之父，但实际上却是当家的人物，左右着秦少武、折半天这2个男人的一言一行。大哥一人这干嘛呢？大哥是为夫人拒绝国军对黑风洞的收编而烦心的吧？夫人这个假冒的红军，让姓翁那个国军上将下不了台啊！我觉得他终究会为黑风洞惹来麻烦。我在姓翁的眼睛里面看到了杀机呀！红军替天行道，夫人的红军情节太浓。不知道老大还记不记得当年招安的时候，夫人对方七佛说的一番话，那可是掷地有声啊！还是把我真妹子当红军好了，因为红军杀土豪，杀你们怕得要死。夫人对土豪劣绅，还有鱼肉乡民的方七佛保安团，那是嫉恶如仇。翁长官又是谁？是他们的大后台。夫人认的就是这么个理呀，心里打的就是这么一个结呀。我悔不该呀，让他那个假冒的红军隐瞒到了今天，一直就这么自以为是。用红军那一套来整治黑风洞，来整治弟兄们，我是真后悔呀。大哥，夫人整治黑风洞，那可是有声有色，有目共睹啊。大哥要戳穿他这个假红军的身份，又有何意呢？反而让夫人恼羞成怒，使老大的夫妻关系不和呀，何苦呢？老二啊，你说多好的机会呀！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想找这么个机会，给弟兄们找一个好的出路。摇身一变，弟兄们就变成国军了，堂堂的国军了。你说说，3辈子烧高香的好事，你说你老二心里面就不痒？痒啊，谁说不痒啊？组长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这2家的人员成分和背景，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了。磐石堡是氏族，在上清江有他们数代人积累的丰厚的田园家产，我想他们是不会轻易抛家舍业编入国军的。哦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，秦少武、柳双儿夫妻恩爱，柳双儿仇视国军。然而黑风洞却不同，他们是惯匪，名和利对于他们来说是诱惑。哦，今天在嘉奖的时候，我就从遮半天和他那4大金刚鬼佬的身上发现了端倪。至于
折半天和真妹子这对土匪夫妇，他们的想法和主张也未必一样。组长，你的意思是避开真妹子，从折半天和他那4大金刚身上打开缺口。我说你小子，这急急忙忙带我到什么地方去？大当家的别急，这就到了。走，行，请到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不会你们又要下我的枪吧？敬礼。当然不会了，大当家的是贵客，请。请。进来。组长，贵客到了。大当家的，这不是展副官吗？来，大当家的，请坐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大当家的，实不相瞒，展某真正的身份是军统少校，是重庆军统总部派驻三江战区特别行动组的组长。哦，原来是特别，反正我也记不住，总之是大官大人物。哎，兄弟怎么敢在大当家的面前以大人物自居呢？结交大当家的才是最重要的事儿。哎，兄弟今天这意思是？兄弟想同大当家的论金兰拜把子。哎呦，这怎么行呢？您是大官，我就是个土匪，哎，这高攀不上，高攀不上。大当家今天的身份是三江战区10万兵勇中的领军人物，是翁长官眼中的红人爱将。扯不扯得上，就凭大当家的一句话，认不认展某这个兄弟？哎呦喂，这也太抬举我了。翁长官的礼遇，展某的诚挚是真。那兄弟怎么个论法啊？大当家的贵庚？36。展某32。先兄年长在上，余弟年少在下。好，请先受我兄弟一拜。哎，慢着慢着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结拜的事情不急不急啊。兄弟，你总得让老子知道为什么同老子结拜吧？哈。你我兄弟共同抗战，一结生死是缘，日后福祸与共，互相关照是分。有此缘分，小弟一定帮助大哥在三江成就一番大业。大哥呢，也当庇护小弟，利用三江这块宝地大展宏图。好，说的江湖。老大同展雄结拜，是吉卦呀！扯淡！我知道都是相互利用的把戏。不过这个展雄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说到我心坎里去了。他跟我说，等抗战胜利了，这咱们都是国家和民族的功臣。说的是啊，世间万事皆因利起。对黑风洞而言，值此抗战收边，远胜土匪招安呐。展雄的军统身份，更非保安团方七佛之流可比。靠着国军，吃着皇饷，黑风洞立足三江，靠上了谁也不敢小瞧的靠山后台呀。不是不敢小瞧，是10万民勇当中，咱他娘的是老大。
老五说得好，哎，此言有理啊。可后面的问题就来了，如何说服夫人呢？哎呀，你一个老二算是说到关键处了，所以我把弟兄们叫来，哎，咱们先商量商量。这也是展雄的意思吧？没错，他关照我说，这事儿是千万不能跟夫人先说，等事后再做解释。他是不是还说，兄弟之间的事儿，不要让一个女人牵着鼻子走啊？哎，你个老二，真是个鬼佬啊！那展雄真这么说的？这不难猜，他先以老大结为兄弟，行江湖事，再谈收编，为的就是这个呀。老大，此人可不敢小看呀。哎，等，言归正传，先说夫人的事儿。你要我说，展雄说的没错。哎，那是兄弟间的事，那哪是让一个女人牵着鼻子走啊？再说了，夫人都当了10年的压寨夫人了，还算啥子红军？哎，干嘛还装模装样的为难人家温长官？俺们投靠国军那是抗战，又不是当汉奸啊，不能因着夫人对国军有怨恨，就让黑风洞数百患难兄弟，当不出抗日功臣吧？他带领弟兄们投红军又怎么样？还会差点被人给灭了。哼，弄那个家破人亡。哎，就是啊，当断则断呀。说到夫人啊，我这个成天和她睡在一张床上的男人，比你们都了解她。投靠红军，最让夫人惨痛的、心里最难受的就是丢失了孩子。所以，我觉得她对红军应该是死了心。儿子，老的儿子。说到国军，夫人是有恨的。在战区长官部，你们不都是亲眼所见？我觉得，夫人是想红白不靠，自己闯出个山头，自己对穷人做些善事，了却此生了。夫人是大苦之人呐，夫人的一片苦心，苍天可见。可眼下狼烟四起，黑风洞独立寒流，谈何容易呀！所以嘛，我就觉得，今天这么好的事儿，咱弟兄们是绝对不能撒手，但得瞒着夫人，防止跟上次保安团招安出现一样的差错呀。放心吧，老大，夫人终归是一介女人，有老大这么些年的呵护恩宠，她是黑风洞要发达了，夫人就我会同老大扶上扶随的。好，他娘的就这么办了。老二，秘密将黑风洞兄弟的花名册送给展雄。咱得先拿回军饷供给，以防节外生枝。明白。林姐姐，双儿，我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盼到你们来了。我可早就想来了呢。哟，孩子都这么大了。是啊，燕子，快快叫姨。姨，你真好看，真会说话呢。今儿怎么了？太让不疼了。行了，赶紧跟姨过来啊，走，咱进去吧。
姐姐，这支歌威风不？威风威风。哎，这歌，这听着就像让人杀鬼子。这首歌叫《大刀进行曲》，29军用大刀把鬼子砍得个稀里哗啦的。后来有一个叫麦新的作曲家就写了这首歌，很快在全国的战区就唱开了。三江也来了很多青年学生教唱这支歌，所以我们少武啊也请了一位教自卫队的唱。哎呀，好听啊！哎，这磐石堡就跟我们黑风洞不一样，是吧，马凳子？啊？哦，是。姐姐把黑风洞也治理得井然有序啊。我跟这半天，就这一堆土匪公婆，能治理成什么样啊？只会用那个山规律例服众，可不像你们能用思想上来教育这支队伍。姐姐，你要是觉得这样好，回头啊，我也给你请个青年学生去黑风洞，教他们唱唱歌，文明文明你的队伍。女学生啊，我们还是算了吧。这一个女学生到土匪窝子，那还不乱套了？是，这点我怎么没想到？这首歌叫什么来着？《大刀进行曲》。大刀进行曲，我记住了。走，咱们里边坐。来，姐姐快请。夫人，快请进。您坐。姐姐，请上座。那可使不得，少武是堡主，又是双儿的当家人，你上座。哎，夫人，今天是家宴，只论亲情，没有堡主，只有姐妹。少武说的对。少武啊，以后你也叫姐姐吧，别夫人的，叫夫人显得身份。好，随你叫。甄姐姐，别客气了，请上座。这多不好啊！那姐姐，请你坐你就坐，去吧。哎，你们都不坐，我坐。下来，没规矩，糊涂涂一个小这半天。我就是这半天，小这半天。哎，天赐少爷好像还像一个人，像谁啊？像……你放肆！你胡什么你？你凶什么凶？我这不看着夫人姐妹情深，我随便说说的吗？那也不许说。马凳子，这幺妹子说话随便了些。我儿子长得不像我，长得不像他爹甄半天，那像谁？杜鹃，口无遮拦的，一点规矩都没有，还不向夫人赔罪？对不起，夫人。没事。好了，他想坐上座就让他坐。哎，姐姐，咱们入席吧。甄姐姐，你说的对，我是双儿的当家的，我理应当敬姐姐一杯。来。姐姐，我也得敬你一杯。哎，双儿，你真把姐姐当成土匪了？这大口的吃肉，大口的喝酒，你让我缓一会儿，我有话说。姐姐说。场所对堡主大宅有旧仇，我们打过你们，也劫过你们，可是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。唯一可以改变的，就是可以化解黑风洞和磐石堡的旧仇。甄姐姐，场所大哥的遭遇，却是我们磐石堡犯下的罪孽。改日，我秦少武一定登门，向场所大哥赔罪。姐姐，我听上去你跟周半天，你跟姐夫好像是很恩爱啊。还行吧，他救过我的命，我也救过他的命。在嫁给他之前啊，我就有个条件，绝对不能祸害穷苦人。你想，本来就是一群没了活路聚到一起的穷苦人，这再去欺负穷苦人，这天理不容啊！姐姐，想要彻底的化解两家的旧怨，你漏了最重要的一点。啊？
那就是你以后别把我这个当妹妹的再当成什么土豪了，这样才能彻底化解他们两家的恩怨。对，来，我提议为咱俩姐妹重圆，也为两家终于化解了旧怨，咱们一块干一杯。好，来。还有我。来来来，给你干杯！还有你，聊这半天。这孩子真招人疼。土匪窝里长大的，一身匪气。那姐姐就把他送到磐石堡来，我保管把他教得斯斯文文。那可不行，场所这一天要是见着他这宝贝儿子呀，就跟那个烟鬼给断了大烟似的。我看呀，怕是姐姐舍不得吧。哎，双儿，你跟少武这么多年，也应该有好多娃娃了吧？哎，慢点。行了行了，跑得满头汗的，慢点。哎呀，这满头大汗，咱脱点衣服凉快凉快。就是，把衣服脱了吧。哎，别，跑一身汗就要脱了衣服，更容易着凉。哦，那夫人我来，夫人我来。还是妹妹讲究啊。去吧，玩去吧。姐姐，你说我们姐妹生死一刻，这一分手，竟然都10年了。这10年，我们在同一架大山里，却两相隔绝，连见一面都难。姐姐，今天我有件事想问你，希望姐姐能告诉我实话。当年在红区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洪军长和宋岩又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当年红区把我和黑风洞的弟兄们当成土匪，当成异端分子来对待。宋岩是办我们案子的人，而且你说的那个红六军军长李红，他始终没有出现，帮我们摆脱困境。双儿，我要是说我是在火拼中逃离军区的，你信吗？火拼？你跟红军火拼？不火拼又能怎么办？当时黑风洞已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我已经没有办法掌握整个局面。我竭力保住宋岩一条命，也是因为你。我警告你们，要对自己的语言和行为负责。新东子，你走不了！秦长所，你敢兵变，与红军为敌？来人！谁敢？夫人，鱼，堡主让急着捎个消息给你。什么事儿？黑风洞被国军收编了。什么？你胡说！夫人，大家都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。黑风洞被收编为救国军，我们堡主担心您还被蒙在鼓里呢。马凳子，归营。你看老大，精神，真精神。哎，老大，哦不，应该叫司令了。我说司令，这回弟兄们心里那可就踏实了。哎，踏不踏实？哎，要看那姓展的和战区长官今后对弟兄们是否是真心。司令言之有理啊，我们终归是杂牌，他们要不是真心对我们，就是穿了这身皮，也跟草人一样，是炮灰是靶子呀。老二说的对，司令，刚才在会上，姓展那小子说我们是救国军，主要是打敌后游击。听他这话的意思，三江会成为敌后。那是肯定。哎，
你看啊，三江会战，国军根本干不过小鬼子，怎么办？还得后撤，那三江岂不成了敌后了？司令，三江若是成了敌后，对咱们可是大有好处啊。说，三江若是成了敌后，我们就有理由返回上清江大山同东洋兵周旋了。那可是咱们起家的地方，地头熟，东洋兵肯定打不过咱们。而且咱们趁着这次收编，赚足了装备和军饷，再回黑风洞，那岂不快哉呀？夹缝生存啊！你个老二算计得好。上马，咱回山寨。来！暮雪还是惊雷，梅花不怕风吹，熬过冰雪的疲惫，等待春暖的珍贵。前方挡住了谁？目光没有后退，战火走出的姐妹，越过生命的堡垒。狼烟中的玫瑰，穿过迷雾不能后退，经过不让虚美，谁说只会流泪？信仰也有是非，只是我无法奉陪，千山遇上万水，眼中还有热爱，还有热爱。狼烟中的玫瑰，穿过迷雾不能后退，经过不让虚美，谁说只会流泪？信仰也有是非，只是我无法奉陪，千山遇上